新加坡为了防止本地居民感染，早就把外劳集中起来进行隔离。这个很阴谋论的内容来自一个朋友的疑问：新加坡是不是预防到了现在的情况，提早把外劳集中起来隔离，以避免本地社区民众感染？仔细一询问，原来朋友的疑问出自这个有超过1500字赞的新闻评论，876-3，就问这个数字跟我新加坡公民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感染的都是圈起来的外籍劳工。当然，如此糟糕的评论很快就被管理员删除了。这是一句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政治正确的评论，是非常邪恶的故意开玩笑，内容很离谱，但这个高赞却给了不懂的人很大误导，让我这个自诩为对墙外汉顺有所了解的翻墙党非常尴尬。他叫我查询到的新加坡法规，除马来西亚人只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签证可以租政府组屋的房间，但也不能租整个单位。加工业、建筑业和海运业由于轮班制，容易打扰到邻居，不能租政府组屋房间，规定他们必须住员工宿舍。这条法律是持续很多年一直延续的政策，根本不是谣传的，因为疫情而特。新加坡早就把外劳集中起来进行隔离的来源，大概率来源于西方的偏见说法，然后被中国不喜欢新加坡的键盘侠故意使用。集中区域居住，多人一间房，公共浴室、公共厨房，几代中国人非常不好的回忆中的筒子楼就是典型。除了某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部分中国人一听这描述就懂，这是典型的集体居住。从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推广这种居住模式后，不只是工人，包括很多政府领导也是居住在这种环境。西方发达国家或许不能理解，这在中国其实是很常见的行为。集体居住不应该在中国被妖魔化。当然，新加坡外籍劳工与中国工人最大的差别，不提中国真正的主人时代，永不解雇的国有工人企业时代，就是最糟糕的90年代。工人在不满意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选择的，选择不同行业，选择不同城市，最差还可以选择回家乡。相比之下，新加坡外籍劳工没得选择，不做就 out。没得选择，在不自由物令死的西方人看来或许是最糟糕的选项，但在中国人看来远远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所以集中居住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更不可能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除非故意被人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时间有限，跟随主流媒体上怼蓬佩奥，下喷班农，中间还抽空关注一下虎门大桥跳舞，偶尔也会学习一下媒体领袖方方发表的巨作，学习一下赚钱之路。新加坡早已从中国的新闻和普通人的记忆中消失。这次疫情唯一的新加坡记忆，就是新加坡官员嘲讽香港居民囤物资。所以当看到新加坡日增数百，总数超过2万，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的国家的时候，真是惊呆了。这实在是有违对于新加坡的惯常认知。对于新加坡，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律法严苛，随地吐痰、丢垃圾都是重罚，不留情面的鞭刑。尤其是这个美国公民被强制鞭刑，每一本介绍外国的书都会有这个案例，导致我之后很多年一听到新加坡就开始恐惧。长大后发觉新加坡就是理想发达国家，收入高，税收合理，对比欧洲国家设施良好，对比中国更好的当然是住房。因此在新冠疫情开始几个月，新加坡政府宣布与中国严苛的经历相反的无为而治。中国国内虽然颇为诧异，但对此并没有太多看法，都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管理有效的发达国家，问题不大。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认为有问题的是不想放弃奥运会的日本。最初的实际情况还不错，新加坡在1月23日第一例确诊之后，对中国有关的旅行者实行强制管制，一度很有效，感染者增长非常低。但是当意大利为首的西方开始爆发，新加坡没有抵挡住这第二波进攻。说句题外话，占据新闻制高点的西方大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亚爆发的时候疯狂报道并加以嘲讽，站在制高点嘲讽东亚人身体差、医疗水平差等等，最终因为自大和漠视被反噬。
新加坡突然开始的暴增，在简单的拿数字对比下新加坡全国的总人口后，简直吓死人。假如没有具体了解，还真就以为新加坡已经遍地狼烟，全国感染。不过在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是纯数学问题与新加坡的实际情况的差别，因为里面大多数的是居住集体宿舍的外籍劳工，就和我最初以为是新加坡全国封禁，后来才发觉其实只是单独几个宿舍封禁。之前马来西亚的神奇操作，加上新加坡一贯的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印象，还有美国老大的下线操作，让我很好奇新加坡会怎么处理。提前做了几个预设，包括自生自灭不报道、民意驱逐，还是抽几百个来检测做做样子。目前来看，新加坡确实是发达国家的榜样，对外籍劳工做到了关联检查、方舱医院收治，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对某些国家的外籍劳工活下来的概率是本国的很多倍，功德无量。与之前认为的正常状态的强烈形成的鲜明对比，所以作为外国人的我确实看不懂新加坡。谈到疫情，当然不可避免地谈及数字问题，死亡人数22个人，感染超过2万，1/1000的死亡率。对于这个死亡率，我保持谨慎态度，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具体消息资料，比如治疗水平、感染人群构成、病毒根源等详情前，绝不学懂王川普的信口开河，乱说 fake news。虽然川普和他的政府各种乱说话，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肆意妄为也着实让人心烦和恶心。关于数字游戏，关于中国数字，虽然因为中国全面开放已经失去了意义，但我还是有话要说。中国对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和非国民都进行全力治疗，每一个人的花费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需要医院统计后列报表按人民让国家付钱的。医院的统计和政府的付钱数字并不保密，成本上千人可以看得到。在中国，像芳芳这种随时准备去美国发财的人，成本上千，如果能拿到实际资料，把资料卖给华尔街日报、CNN、BBC 这种大媒体，接受采访、出版书籍，立刻就能成为百万富翁。目前为止，还是没看到谁能赚到这个100万，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数字到底真相如何。新加坡这次疫情的整体表现，即使有新加坡把外劳集中起来防疫的这种谣言，总感染数也破万，但成功的把本土社区感染控制在不到总人数的1/10，加之欧美大戏不断上演，估计让很多中国富豪和移民更加喜欢新加坡了。本来就在资本利得方面就有巨大的优势，又在疫情控制上真正实现了层级断隔，国民优先后的安全，之后还能拯救弱者，完美展现了新加坡的控制能力和统治能力，真正的地表强国。Fake news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都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大家不要再为这种假消息烦恼了。